大家好，我是東門 Escape， 歡迎來到 MetaMask Clone EP07。這一集也是 Tron 系列裡真正開始可運行的一集。在 EP06， 我們已經完成了 Tron 錢包的結構層、私鑰、地址、編碼、錢包生成，以及為什麼 MetaMask 本身不支持 Tron。所以這一集我們不會再講那些內容。EP07 只關注一件事：當一個 Tron 錢包已經存在之後，它在運行期會發生什麼？我們只從 Wallet System 和 Backend 的角度來看，如何查 TRX Balance， 如何發送 TRX。首先，我們要通過 Faucet 拿到 TRX， 以便系統可以進行運行期測試階段。首先，我們點開這個 link， 然後這裡有兩個 Faucet， 我們是用 SASTA， 然後我們輸入我們的錢包地址。然後我們记得要把這個 network 變成 SASTA。好了，我們的 SASTA network 已經有了2000個 TRX。你會發覺 Tron 會有兩個 testnet， 一個是 SASTA， 另外一個是 Nile。Nile 我們是沒有用的， Nile 是用在 Smart Contract 那一 side 的。就比如說你可能要做一些 DApp 和 Smart Contract 的，他們就會用這個 testnet 去 test。然後我們是做比較普通的 TRX 轉賬，或者是下一集我們會講到的 TRC20 轉賬的話，我們就用 SASTA。好了，接下來我們可以做第一個 test case。這個 test case 是查詢 TRX balance， 這是一個只讀確定性的操作，用來建立運行期的基線狀態。首先，我們要把 Wallet CLI 項目加進去 MetaMask Clone 成為 Working Directory， 不然的話 Crowdcode 是很難 refer Wallet CLI 裡面的代碼。首先，我們打開 Wallet CLI， 我們抄它的 path， 然後打開 Crowdcode， 我們 add directory， 接下來我們 create 一個 test case，create 一個 test case 的 class test TRX。好的，我們的提示詞是調用 Tron Expert Subagent。Please refer to Wallet CLI Working Directory. Please create a test case to get TRX balance from SASTA testnet. Must use gRPC protocol only. 然後我們選擇 Plan Mode。我們看看它的 plan， 大致上是沒問題的，我們就執行吧。好了，它的代碼寫好了。我們簡單看一看它的代碼。我們測試改我們的 wallet address。這個是我們的 wallet address。
我們就測試這個吧。好的，我們的 TIX 是 1998.8，1998.8是正確的。為什麼不是2000呢？我可以坦白的跟你說，其實這一段 test case 我是重新錄製的，因為之前錄製的有點問題，所以它的 balance 是少了一點。至於其他的 test case， 我們就測試一下吧。好的，沒問題。接下來我們進入這一集的核心，發送 TRX。從 Wallet Backend 的流程來看，構建、交易、簽名、廣播，這一點在概念上和 EVM 世界是一樣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鏈上 ，Transfer 都是一種運行期執行行為。這意味着錢包系統只能發起執行，但無法保證執行結果。成功或失敗取決於鏈上當下的執行環境，而不僅僅只是餘額本身。好的，我們開始寫第二個 test case， 發送 TRX。Please create a test case using wallet address test address to send 0.1 TRX to。 我們先去我們第二個 address， 然後我們考慮要不要 plan mode 或者是要不要調用 subagent。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不需要，因為最難的部分已經在 test 1解決了，所以我們就直接不需要 plan mode， 也不需要 subagent。 我們忘了我們要給它 private key， 所以我們先導出 private key。 我們重新再打過這個 prompt。好的，我們看一看我們的簡單，看一看。它成功的發送 TRX 很好，我看看它有沒有增加別的 dependency， 有，非常好。我們看看這個代碼，其實你看這個代碼一點都不簡單，它不像 Web3 那麼的 straightforward。因為 Wallet CLI 它本身是一個工具，是一個 tooling， 而 Web3 是一個 SDK， 所以本質上它們的功能是不一樣，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decoding， 還會有 encoding 的。現在我們的 test case 1和 test case 2都完成了，但是他們的 code 是太過不集中。我們 create 一個 utility class， 不然的話我們的 UI 要做 get balance 和 transfer 就很麻煩了。然後我們要考慮我們的下一集 EP08 get TRC20 和 transfer TRC20 會更加複雜。好的，我們的 prompt 是如下 ：Yes, your test case for get TRX balance and send TRX are great.
Can you review it and create a new Tron util class? 這個時候我決定是要用 Plan Mode。OK，Crowd Code 說其實有些 code 已經是 duplicate 了，是在 Tron Wallet Generator。他有點誤會了我的意思，因為他直接改這裡。這個是我的提示詞，你可以暫停一下看看。這個是我的提示詞，如果有需要，你也是可以暫停視頻。是的，大致上都是我要的代碼，不過這個可能不太適合用在我們的 UI 那裡。不過沒關係，要呈現 UI 的時候我們再改，所以你會看到代碼變成直接了。OK， 可以。好的，我們測試一下。別人是一樣的，沒錯。我們測試 SendERX。好的 ，SendTRX 都沒問題。接下來我們會講解運行器資源。Tron 和 EVM 是不同的，在 EVM 裡，運行資源只需要 gas， 意思是說，當你要 transfer 或者是做一個交易時，只需要 gas， 就是用了多少個 gas， 然後就會變成 transaction fee。在 Tron 裡是不同的，我們的簡單說明一下。在 Tron 的協議層，交易執行涉及運行器的資源，常見的概念包括 bandwidth 和 energy。但請注意，這些資源屬於鏈的複雜性，不是錢包系統的職責。在我們的 Wallet System 裡，我們不會管理這些資源，不會為他們做優化，也不會在 UI 中暴露這些細節。我們選擇的是把 Tron 當作統一的執行支付單位，你只需知道轉賬是執行，執行是有成本，到這裡就足夠了。Wallet Balance 的職責邊界，這裡是這一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來明確 Wallet Backend 應該做什麼，以及不應該做什麼。Wallet Backend 應該做的是有查詢 balance、構建和發送交易，清楚地返回成功或失敗，如實暴露錯誤的原因。不應該做的是有管理鏈上的執行資源，保證交易一定成功，為失敗兜底或隱藏原因。所以 Wallet Backend 提供的是執行入口，而不是執行保證。在現實世界中 Wallet System 不可能自己跑完全部節點，所以我們一定會依賴公共節點，類似 Tron Gate 的基礎設施服務。這意味着有 rate limit， 有可用性的問題，有網絡不確定的情況，這些都不是異常，而是Wallet System的現實環境。
接下來我們會更新 UI， 我會 fast forward， 因為把功能呈現在 UI 不是我們主要的重點。在結束這一集之前，我想特別補充一段錄後感，不是補充教學內容，而是幫大家把重點放回正確的位置。這一集你看到所有的東西，不管是代碼、流程，還是用 AI 生成的部分，它們都是可以正常運行。但是我要很清楚的說，能跑的代碼不等於一個真正的系統。我在這個系列裡的確用了 AI， 它幫我更快的寫出代碼，這是事實。但是有一件事 ，AI 完全幫不上忙，它不能幫你判斷什麼不該做。AI 不會告訴你這個設計在 production 會不會失控。這個假設在真實環境會不會崩？這個簡化未來要付出多少代價？這些判斷不在代碼裡，在 MetaMask Clone 裡，我的看起來就是查餘額、發交易等確認。但在真實世界裡，我的 system 的核心只有一件事：承擔責任。責任不是功能，也不是 API， 而是一整套你必須為結果負責的系統判斷。那為什麼 MetaMask Clone 會看起來很簡單呢？因為它本來就應該簡單。它的目的是幫你理解概念、流程、基本結構，而不是承受資金、風險或長期運行的責任。如果你現在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複雜，那是正確的。複雜性不會在 MetaMask Clone 裡出現。如果你的目標是學習，這一集已經足夠了。如果你的目標是運行一個真正的 Wallet System， 那真正的複雜性是從這裡才剛剛開始。你覺得這一集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和打開小鈴鐺。如果你在做錢包或交易系統 Backend 定制課程與技術顧問，請看說明欄。下一集 EP08， 我們會進入 TRC20 Transfer， 也就是合約執行。你會看到為什麼複雜性在合約層會被進一步放大。好了，我們到這裡為止，拜拜。